嗨，我是小猪。方圆的父亲做梦都想不到，在安徽小镇活了大半辈子的他，有一天会成为天王老子来了！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，自恋的天王肯定也意识到了自己是老法拉利这一点，所以他这一挑眉，一停顿，一抬胳膊，一看表，肯定觉得自己简直帅死了。四大天王里，唯有他目前仍然叽叽喳喳。乔治·克鲁尼、郭富城、彭于晏都是驾驭西装的高手。郭富城只要做个安静的花瓶，摆摆 pose 就还是法拉利，但千万别做其他事儿，因为人老了做什么都心酸。伍佰像漏电了，郭富城像没电了，这俩的电量都被张学友偷了。修身马甲小皮裤，丝滑地扭着老腰，兴致来了还穿插个一字马。罗美薇，看看你干的好事儿，歌神就是嗓子干冒烟了，也干不过你的满仓梭哈加杠杆。8个月开了100场演唱会的歌神，他是唱歌的，也不是那生产队的驴。赌神累死歌神，老婆娶得好，天王唱到老。你相信吗？这一生遇见你，是上辈子我欠你的。这是20岁的天王，如今明显电量不足了。对你爱，哎呀妈呀，可累死我了！快把电池抠出来，踩2脚塞回去。老子是实在爱不动了。60岁的郭富城，我一晃神就看成了朱时茂，唉，心塞得很。不过有一说一，这些老宝贝儿们宁可断电都不肯假唱，光敬业这一点仍然是吊打如今的流量。天王在还剩2格电的时候决定结婚，有的爱是青梅竹马，有的爱是一见钟情，有的爱是出场顺序。天王爱过很多人，经历过很多事，方圆不早不晚地出现在了天王踏入半百的人生轨迹中。彼时的天王，功成名就，后路似乎一眼能望到头。与之捆绑半生的另外3个天王，黎明发福享天伦，刘华基本隐退，出来的次数真是买少见少。刘天王啥时候野蛮化了？张学友把演唱会开成快消品，那是不得已。唯有老郭，永远的身材管理，永远的精神抖擞，永远的棱是棱，角是角，永远为了3公分发蜡糊一头，永远的靓仔。此时此刻，他的怀中，年轻女孩的体温那么真实，仰慕的眼神这么真切，让他有一刹那动摇。此前和熊黛林的7年，他是需要仰视的，如今终于也能俯瞰了。上帝的视角也是他想要留住他的一个原因。他长发、大眼、年轻、美貌，是自己一直以来喜欢的类型。即便换其他人，大概也不会比这个更好。更何况，女孩还怀孕了。就像一对还在暧昧阶段的男女，看完夜场电影往车站走，一班末班车轰隆隆从身边开过来，男的一把抓住女的手拼命追赶，上了车后，俩人都累得瘫坐在椅子上，车一路散了架般哐啷哐啷，寒风自破了的车窗直刮进来，俩人都瑟瑟发抖。男的迟疑地伸出手环住对方，就在这一刹那，他忽然把一切都想清楚了，决定结婚。方圆之于天王，就像瞌睡碰到了枕头，出门遇上了晴天。在一切刚刚好的时候，天王恰好开始考虑规划下半段的人生。天王当年那些失魂落魄的前女友们，谁都以为会输在另外一个女人手上，
其实根本就不是。让天王改变心意的不是方圆，也不是任何女人，而是年龄。方圆赢在了 timing。 天王玩够了吗？也不是。男人至死是少年，玩哪有够的时候？他只是害怕了。男人的50和女人的30一样，都是一个坎儿，会生出很多的恐惧。即便是普通人都会失魂落魄，更何况是靠脸吃饭的天王。皮肤再光滑也开始挡不住的下垂，蛋白粉再吃，肱二头肌也开始松弛。半百的天王唱对你爱不完，乐队要降2K 慢1拍，就这天王都跳成了广播体操。他明显感到生物钟开始跳针，从不服老的自己是真的会老的时候，开始渴望有个女人陪伴自己的下半生，顺便把基因延续下去。到天王这个层级，当老婆的女人最好温顺贤惠，没什么野心，而且一无所有。对自恋又习惯掌控一切的男人来说，有野心、有想法、有自我的女孩都不适合当妻子，因为她还要花时间去应付，而天王最贵的就是时间，所以他要的只是一个全面附属于自己而存在的妻子，类似于孩子妈妈、家庭管家和老年助手一类的角色，省心又实用。男性社会的婚恋规则仍然倾向于男性，占有更多生产资料的男性拥有最大的选择权，女性仍然处于被挑选或者被拎出来审视的弱势，而阔佬们择偶的取向和数百年前并无进步，仍然将女性物化。依我看，读书无用这话就是骗人的。若是真无用，那怎么天下男子都要去赶科场？难道是闲得慌？我觉得这句话不过是那些男人们希望女人们一辈子浑噩愚昧、乖巧听话、好摆布。而在男性社会里，年轻美貌的女性常常会把婚姻当成改变自己命运、提升自己阶层的唯一以及最佳的捷径，所以婚姻就成为天王或者富豪们可以尽情挑选异性的最佳诱饵。郭天王算是 new money， 年轻时候穷过、自卑过，没有安全感，和原始社会的标准一样，他眼中的美女要有福相，丰乳肥臀，沃野千里，关键时刻可以反哺滋养他。他的审美和公子哥的审美不同，出身优渥的公子哥生下来就是肥鸡大鸭子伺候，不知机谨为何物。纤细瘦小的美女是他们择偶的潮流。富二代和文人一样，敏感多情，内心拒绝长大，喜欢校花型的美女。丰满的女人对他们有压迫感，感觉上难以驾驭，他们会怕这样的女人虚索无度。而相反的，郭天王一路爱过的女人都是丰满美艳型的熟女，但是她又自恋，所以一个脑袋空空、忠诚听话的丰满美人是让他心动的。方圆也完全凭借自己的顺从、乖巧听话、毫无野心的颜值红利，走进了与郭天王的婚姻。方圆的 Mocha 时代在香港出的写真集完全抄日本，又纯又欲搞擦边，包括他客串的港剧《女生公寓》也是这个路数。男主是3级片一路向西的闲师佬，这样的方圆可太对天王的胃了。更何况如今基础教育这么普及，中学毕业的天王还能遇到一个中学毕业的年轻女孩，这才是般配。但是生殖科技发达之后，出于对财产的保护，一些富豪选择代母或者女友生育下一代，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，郭富城仍算一个传统男人，虽然他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，在确定方圆怀孕后才选择注册结婚。天王的这桩婚姻也绕不开一个人，小美。认识郭富城前的小美
是23岁就写出罗文《几许风雨》，张国荣的《与谁共鸣》，陈慧娴的《秋色》，比昂的《真的爱你不再犹豫》，8年填了500首词，拿下最佳作词人奖的小美。小美小姐作品《真的愛你》，有請小美。但是她的才华又不止于此，她唱歌也很好，改编过英文歌，还在歌唱比赛获奖。因为是正儿八经的树人大学新闻系毕业，她还主持过电台节目，写专栏，制作 MV， 也曾经是谭咏麟的御用导演，为他制作的《梦幻之旅》音乐特辑至今仍然是经典。那一年，郭富城刚刚被纳入4大天王这个梯队，却是在里面吊车尾，伴舞出身，唱歌走调，没有资源，没有奖项，只是徒有虚名的被其他3个实至名归的天王裹挟在这个名头里。他唯一的优势是帅，他是真的帅，帅得有点石破天惊。如果小美不遇到郭富城，她会成为90年代被男性统领的华语词曲人市场唯一的女悍将，会和林夕、黄伟文齐名。但是风陵渡口初相遇，一见郭富县城误终生。早期的小美异常笃信郭富城非池中物，所以在郭富城前途迷茫，来和自己讨个主意的时候，他立刻中断了自己的事业，成立小美工作室。从他不惜和自己前东家对立，帮郭富城和 TVB 解约，到包揽郭富城大部分歌曲的填词，包括最红的《动起来》《狂野之城》，把他打造成舞王，再到后来策划郭富城拍电影，拿到金像奖成为影帝，都是小美。直到今天，小美工作室旗下只有一个艺人，就是郭天王。1999年，郭富城在澳洲遇到仙人跳，当时是一个美女模特 Christine， 在他开完演唱会后塞给他一张房卡，天王当晚就去赴约，结果中间有几个男人闯进房间，其中一名男子说 You and Michael 开房已经被房间的摄像头录像。女模特也对郭富城说，只要转过来500万，这事儿就算了。他们都不了解天王，天王花1000万买限量跑车那是给自己，给别人是一个子儿都不可能。这是个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的主。别说500万，就是500块都没有。最后双方没谈拢，对方一气之下公布了一部分视频，视频里其实也没做什么，俩人就在沙发上聊天，天王摸了女方的大腿。对，就这，还不如天王说，咱们进被窝，我给你看看我新买的夜光手表。但就这也足以让郭天王纯情少男的人设崩塌。毕竟当年他曾经放话，30岁之前不会找女朋友，会为粉丝保留自己的处子之身。对方看郭富城铁了心不给钱，就威胁说要把照片卖给报社。Christine 也火上浇油，说和郭富城那晚根本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浪漫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对方居然连接吻都不会，真没劲。唉，你看看，人生不是什么便宜都能占的。郭天王但凡不这么抠门，花钱找个专业的，哪有这事儿？另外，由此也能看出，明星睡粉的事儿从来都不新鲜。武林，在说我吗？思密达，我是亚洲巨星，睡个被我迷得死去活来的粉丝，怎么了，思密达？然而，光头与大 S 究竟是不是一对恋人？不过，光头却针对此一说法一再的表示，两个人真的只是普通的好朋友。大 S라고 부르면 되죠.大 S 같은 게 저는 굉장히 좋은 친구예요. 저한테 도움도 많이 줬고, 그러니까 처음 인터뷰를 해서 만나서 제가 그 여자 손에 문신을 보고. 问他是否有可能与大 S 成为男女朋友关系时，光头的回答却又十分的耐人寻味。착하고 좋은 여자 같아요. 他对那 SOS 两位姐妹觉得两个人太可爱了，然后就很漂亮，
然后两个人看起来很善良，这样子，对他们印象很好。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？付出的感情永远找不回来。你怎么舍得让我的爱流向海？伤心的往事一幕幕，就像潮水将我掩埋。唉，心塞得很。这件事是小美为郭富城摆平的，她一边请了2名大律师，还有2名秘书、1名助手，阵容鼎盛，把对方告上了法庭，一边又向澳洲最高法院申请全球禁止令，禁止涉案的2个人将拍的录影带复制和出版，将差点就失控的局面用最快的速度稳住。虽然最后官司赢了，但郭天王的形象差不多也毁完了，演艺事业基本断送，片约也没了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本来个子矮已经够的了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自己不行。早知道这结果，当初要500万 bargain 一下，咬咬牙也就给了。郭富城名声扫地，是小美用自己的版税度过了公司的财务危机，继续给郭富城开演唱会和做唱片宣传。这件事对郭富城的影响用了6年才缓了过来，直到2005年，他才终于凭借3岔口拿下了金马影帝、金像奖男主提名。我希望在这个机会也谢谢跟我一起并肩作战的经纪人小美。在我的事业上面遇过高潮，也遇过低潮，我们没有退缩过。后台他们不顾记者的镜头，长久拥抱在一起。因为郭富城非常明白，他这次能翻身都要靠这个女人。也是经过这件事，天王对感情更谨慎了。有一次熊黛林以试探的口吻向郭富城提出结婚，天王一听立马转头就走，还在公开场合说过单身宣言：一日没结婚，一日都没有眉目，我和熊小姐只是朋友。2014年，已经翻身的郭富城再次深陷桃色丑闻，这次是和一名23岁的日本留学生。郭富城与他的裸聊记录被曝光，也被控诉始乱终弃。但这次的应对只是发了律师函，小美很淡的回应：不知道是不是得罪了人。这么多年，小美一直跟在天王身后，为他的风流债擦屁股，不离不弃救他于水火。这次他或许也是累了。郭富城在过去的每一天都和小美牢牢地捆绑在一起。虽然小美年长郭富城4岁，但是他总是叫她小美人。每次上台领奖，他的致辞永远一样。首先要多謝小美同埋喜歡《狂野之城》嘅呢一首歌嘅每一位朋友，多謝你哋，多謝我經理人小美。14年裏邊得到大家，多謝我經理人公司小美。喺度一定要多謝我經理人小美。2007年，小美变卖了自己的房产，套现1700万，只为了郭富城的奢侈牌面。没人理解她为何要做到如此的地步，而小美就像所有之前的默默付出一样，这一次也没有解释。从前她总是冲在郭富城前面，为他挡住枪林弹雨，但这些年她多数时间是跟在郭富城身后，越来越像个影子。郭富城应该比谁都清楚，世界上没有可能再找到第2个经理人，如此维护他的利益。为了让他专心在幕前演出，不但照顾他的事业，连生活也面面俱到。也没有任何一个经理人会对一个人如此疯狂付出，把这个人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。所以他的女友常换常新，
但经理人只有一个。事业永远第一的郭天王，比起女友们，他更怕失去小美。唯有一次，也只有这么一次，小美和郭富城的女友正面交锋，是熊黛林。2006年，郭富城和熊黛林因为 MV 一吻定情，此后来走了7年。但熊黛林和小美的关系不算融洽，熊黛林说自己不认识小美，小美也不给熊黛林好脸色，两人的矛盾最后上升到两方粉丝的骂战。小美罕见地在微博发声：有什么样的艺人就有什么样的粉丝，一眼看清楚。是是非非，真相搞不清楚。唯一可以知道的是，这一次郭富城最终选择站在小美身边。他一边继续铁口不认熊黛林的女友关系，逼走了她，一边公开替小美发声，恳求媒体原谅他的工作压力。要处理我的一个事情也不简单，对于他自己本身的一种精神上面的压力啊，我想希望大家所有的传媒也要去明白啊，也不要去乱套一个对一个角色。熊黛林过不了小美这一关，就过不了郭富城这一关，所以7年恋爱换来一句友谊长存不奇怪。我觉得郭富城吊了熊黛林7年，最终还是分手，还有另一个原因。和熊黛林交往后，他从不送礼物，说不送礼是因为不想养成坏习惯，而且熊黛林开脱后行情暴涨，这份名利双收已经是给对方最好的礼物。不过熊黛林事业飞升，成为叶问女主，她人生最红的几年的确是在郭富城身边的那几年。如果不是这场绯闻，博有成嫂之名，来自内地的她如何身价3级跳，怎么能从模特转行去拍电影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女方借了男方的力。所以郭富城说自己为女方带来的无形资源和名气就是最宝贵的礼物，理论上是说得过去，但是孤寒是真孤寒，薄凉也是真薄凉。早在1994年，记者问天王会不会發新年紅包時，天王表示：我希望到有一日我將來結咗婚嘅時候咧，我先派利是啦。咁啊，個個都有份。我講過嘅，全港嘅市民都會收到我利是，估計天王是因為害怕兌現這個承諾，才和熊黛林分手的。另外，熬到50歲才敢結婚。飛踢了熊黛林，郭富城和小美似乎又回到了原點。兜兜轉轉30年，男未婚，女未嫁，他們的世界只有彼此。可是郭富城愛的是年輕、美麗、性感的女子，永不會變。所以只要郭富城不變，他就不可能愛上小美。不管是他們初相識的20歲，成為黃金搭檔的30歲，郭富城女友換不停的40歲，當不掉熊黛林重回單身的50歲，他都不會愛上小美。可他們的捆綁又是如此牢固，牢到一輩子都分不開。所以他們的關係就成為一種玄之又玄的謎，它可以是無數種形態，母子、密友、搭檔、夥伴、兄弟、soul mate，唯獨不可能是男女朋友。年輕時的小美是漂亮的，但距離郭富城愛的頂級美女還相差甚遠，所以他一路為她披荊斬棘，斷情絲，斬桃花。郭富城樂得有這麼一個人給自己出面，讓他的情路走得如此絲滑。有一種母雞特別愛抱窩，農場主就拿來許多雞蛋塞在它的翅膀下，母雞便死心塌地地趴了1個月，孵出20多隻不管是誰的雞仔。事情便出在這裡，這隻母雞從此就不准任何人靠近這群雞仔。農場主恰好依順了他愚蠢的母性，或者說是利用了他的愚蠢，讓他去操勞，去帶領雞仔們度過最脆弱的生命階段。小美就像這隻母雞，郭富城依順了他那種荷爾蒙或者腎上腺素造成的愚蠢，讓他為自己勞碌。也許他也曾經想讓他走，
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仍然离不开他。同时，小美也发现自己离不开郭富城。这么多年，他们在彼此生命中已经全然无法失去，无法替代，无法离开。这么多年，圈子里的婚丧嫁娶，他们的花篮，小美和郭富城的名字永远并列出现，包括郭富城婚后依然如此。小美父亲去世，郭富城福龄，他们早已是不可分割的家人。小美和方圆之于郭富城最精准的定位，或许是妻和妾。掌控大局的妻无婚姻之实，伏低做小的妾有法律认可，三个人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。这样的格局，谭咏麟应该熟悉。唯一不同的是，郭天王的妾过了明路，是可以跟他脱手出来应酬的，是可以一家人齐齐整整秀幸福的。在古代，选妾是大太太的活儿，所以在《红楼梦》里，邢夫人才为自家老爷向贾母要鸳鸯。小美和熊黛林公开不对付，熊黛林就进不了门。方圆省心，小美不排斥，更何况她在熊黛林这事儿上欠天王一个人情。 It's time to pay back。 方圆的确省心，婚礼给宾客喝果粒橙也不抱怨，就摆10桌酒，不给礼金也微笑接受，伴手礼是一盒60块的巧克力也没意见。婚后立刻生下孩子，生到第3胎才混上了月子中心，据说也是走的赞助。方圆也乖乖拢地懂，需要一家齐齐整整，方圆就漂漂亮亮带着孩子撑场面，包管画面好看。不需要他了，就在家带孩子，一觉一个不吭声。这样的天王嫂，天王和小美都满意。一直以来，我们对天王嫂的期待，有一种是果然如此，符合男尊女卑的甜宠经典叙事，比如刘德华；有一种是原来如此，传统之下多一点个性，一点真爱，去掩盖资源置换的野蛮感，比如黎明；还有一种是当然如此，青梅竹马一路扶持走来，比如张学友。早期张学友底儿潮，酗酒进局子，罗美薇不离不弃，有洁癖还能给他清理呕吐物，硬是把歌神从深渊里拉上来。为了这个，歌神都值得肝脑涂地。现在罗美薇底儿也潮了，张学友像女娲补天一样补老婆霍霍出来的天坑，也不离不弃。这3种都是安全的。只有方圆之于郭富城是竟然如此，一边在郭富城那里下跪，一边又把弯着的膝盖在观众面前直了起来，一边俯小作低，一边又把卑微在节目上换成了大女主红利。方圆婚后发广告带货一直都没停，想来手头也不宽裕，但凡过得好点儿，比如像其他3个天王嫂那样，也不至于此。但这种经济悬空状态对郭富城而言是最满意的。郭天王在钱财方面有着非常清晰的划分，因为自始至终他表现出来的都是方圆配不上自己的一切，配不上共享他辛苦工作半辈子打下来的江山，配不上拥有一场盛大的婚礼，豪华嫁衣。但是他做的最正确的一点是只给方圆生活费，绝不共享财产。方圆可以去赚钱，但绝不给资源。像黄晓明当年扶持杨天宝拍戏，绝不可能。养女人的核心思路就是不能喂太饱，得让她一直需要朝你伸手要的前提下，你才能真正过得舒服。方圆心里也十分清楚，天王嫂的名头，每个月几10万的生活费，已经是自己走雌竞路线所能达到的人生巅峰。而实际上，他的这份婚姻工打得也并不轻松。在上架这条赛道上，他10年如一日的自律，背后多少带着点潜意识里的危机感，
这和很多女明星面临的职业危机感其实很相似。天王看重子嗣，所以他9年生3胎，体重管理更是严格到近乎苛刻。3胎期间孕晚期也才96斤，产后迅速恢复到92斤。最具标志性的一幕是，产后第4天，他就全装出席郭富城的60岁生日宴，穿着精致，身材已经恢复如初，说切完蛋糕再去坐月子。可是命运中得到的礼物早已标好了价码，靠懂事乖巧的人设走进婚姻，就得一辈子靠这个人设走到底。只要他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，做那个懂事的天王嫂，他的人设才是稳固的，甚至一直是被舆论保护的弱势一方。可一旦以天王嫂的身份出现在综艺，他的言行就要被审视，出来混，迟早是要暴露的。事到如今，天王和小美都知道，世界是我们的，也是你们的，但最终是你的。等我们都死了，我们共同打拼出来的20亿的江山，肯定是方圆和孩子们的，但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，也很合理。谁又不死呢？死了，金山银山也带不走，总要留在这个世界上。那留给天王的后代，小美是愿意的，因为她那么爱郭富城。我是小猪，下期见，拜拜。